狗究竟能不能打败狼？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狗有很多品种，狼也有很多品种，不同品种间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比如被人类当作宠物饲养的狗，毫无疑问是肯定战胜不了狼的。但那些被人类当作斗犬或者护卫犬饲养的大型猎犬，却具有惊人的战斗能力。但总体来说，狼的体型、力量、速度、耐力以及咬合力，通常都要比大多数的狗要更占优势。但在世界上也有一些经过特殊培育而成的大型猛犬，也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狼。这里的狗往往都性情凶猛，体型巨大，在一些地方甚至专为猎狼而生，战斗力相当强悍。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那些能与野狼相抗衡的10种大型猛犬。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中亚牧羊犬。这是一种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古老犬种，它们起源于中亚地区，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当作羊群的守卫犬饲养，主要就是帮助羊群抵御野狼的袭击。中亚牧羊犬体型巨大，性情勇猛，它们的肩高最高可达90厘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200多斤。这种犬的祖先是几千年前生活在高原地区的大型獒犬，后来随着时间的变化，獒犬的痕迹逐渐褪去，但獒犬那种勇敢搏斗的精神却一直延续了下来。中亚牧羊犬身材魁梧，体型庞大，传说它们用眼神就能指挥羊群，对待其他动物具有很强的震慑力。你如果亲眼见过这种大型犬，一定会被它巨大的体型所震撼到。这种狗天生好斗，并且对其他的狗具有很强的支配欲，一旦有别的犬接近中亚牧羊犬，那么它极有可能会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欲。对待陌生人，中亚牧羊犬也非常警惕，你如果跟它不熟，请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这个大家伙有足够的能力将一个成年壮汉撕咬致死，非常凶猛。第9个，比利牛斯山犬。比利牛斯山犬也叫大白熊犬，这种犬起源于法国，几千年来它一直被当地的牧羊人用来守护羊群，抵御郊狼和熊的捕食。大白熊犬的体型庞大，力量惊人，它的肩高最高可达84厘米，体重最重可达180斤。这种犬的皮毛颜色多数都为白色，看上去给人的感觉非常优雅。它是一种具有较强攻击性的犬种，对待陌生人可能并不友好。除此之外，大白熊犬还是顶级的猎狼犬和猎熊犬。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比利牛斯山脉与野生的郊狼对抗。这种犬的性情勇猛，力量惊人，它的全身都被厚厚的长毛所覆盖，这些长毛可以帮助它们免受野狼的撕咬。在一些地方，人们为了驱赶狼群，还特意给大白熊犬的脖子上戴上这种防狼项圈。有了这种项圈的加持，防御力和战斗力都会大大提升。虽然它们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抗体型巨大的北美灰狼，但是面对一些郊狼还是有胜算的。第8个，卡斯罗犬。这是一种来自意大利的大型獒犬，卡斯罗犬也叫意大利獒犬，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多用途工作犬。这种犬的肩高可达70厘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它拥有非常强大的咬合力和非凡的勇气。这种狗性情勇猛，韧性十足，它具备非常优秀的耐力与打斗能力。在古罗马时期，卡斯罗曾经还在古罗马军队中服役，跟随军队到战场上厮杀，非常勇猛。这种狗非常聪明，也很容易训练，但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脾气比较倔强。它们一旦发起攻击，往往都是血战到底，不死不休，直到将对方彻底制服才肯罢休。另外，之所以说它是一种多用途工作犬，是因为卡斯罗除了被人们用来打斗，还被用来狩猎野猪和其他野兽。它拥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不惧怕任何威胁，即便是野狼，它们也毫不畏惧，非常凶猛。第7个，库达犬。这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大型猛犬，在当地人们将其称之为恶霸库达犬。这种犬的肩高可达1米以上，体重可达100斤以上，它的身材高大，肌肉发达，性格非常凶猛好斗，并且非常不易被驯服。这种狗主要都分布在巴基斯坦的西北部地区，在当地主要被人们用来从事各种斗犬活动。库达犬的身上一多半都是猛犬和斗牛梗的血统，因此导致它的性情异常凶猛，攻击欲望极强，体格子不强壮的人是根本控制不住这种大型猛犬的。另外，库达犬的咬合力也很强，它们可以轻易的咬碎骨头和撕裂其他动物的皮肉。如果1对1单挑的话，对付一些草原狼基本不在话下，但要换作北美灰狼就不行了。这里提醒一下，北美灰狼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狼，也是地球上最大的犬科动物，无论什么品种的狗都是无法与北美灰狼相抗衡的。第6个，南非獒。这是原产于南非的一种大型獒犬，这种狗体格子庞大，性情勇猛，善扑咬，爱打斗，对主人极其忠诚，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护卫犬。南非獒犬的肩高可达60厘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60斤，
它的骨骼粗壮，肌肉发达，攻击性极强。这种狗之前在南非地区主要帮助人类抵御狼、狮子和豹子这些野兽的侵害。南非獒拥有强大的咬合力，面对一些危险的野兽时，它们会表现出强烈的保护本能。有时候即便明知道打不过对方，也敢于对其发起攻击，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主人免受伤害。它是一种无所畏惧的猛犬，对待主人极其忠诚，但对待陌生人具有敌意，所以你如果与它不熟，千万不要盲目的靠近它。第5个，藏獒。在了解藏獒之前，我们首先要将平原地区的藏獒与高原地区的藏獒区分开，因为生活在高原地区的藏獒和生活在平原地区的藏獒两者的性情差异很大。真正的高原纯种藏獒实际上是极其凶猛的，而平原地区的藏獒由于生存环境不同，身体的各项机能也会有所差异。藏獒这种猛犬体型巨大，性情勇猛好斗，它是少数的一种野性尚存的犬种，领地意识很强。一头成年的纯种藏獒的肩高最高可达80厘米，体重最重可达150斤，它的咬合力更是高达500多斤。藏獒的战斗力很强，在西藏地区，它既可以单独狩猎，也可以像狮子那样群体协同狩猎。它们的狩猎对象小至老鼠，大至狼、豹子，甚至是熊这些大型野兽。在高原地区，白天人们通常会把藏獒拴起来，到了夜晚放开，任由它们自己去觅食。几千年下来，这种管理方式使得藏獒有了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慢慢的就导致它们在白天嗜睡，到了夜晚才会变得机警和兴奋。再有就是关于藏獒能不能打过狼这个问题，答案是可以的。一獒战3狼的传说也并非空穴来风，但前提要取决于什么品种的狼。还是那句话，如果是生活在北美的灰狼，藏獒肯定打不过，但要换作与其一同生活在高原地区的藏狼，那么藏獒还是有胜算的。第4个，爱尔兰猎狼犬。这是一种原产于爱尔兰的大型猎犬，它的肩高可达90厘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从远处看上去，这种犬的身体修长，貌似并没有多强壮，但正是它修长的身材，才为自身提供了极佳的运动能力和速度，使其成为了一种高大的奔跑型猎犬。单从它的名字就不难看出，爱尔兰猎狼犬是一种专为猎狼而生的猎犬。这种狗外表温和，但在捕猎时却会表现得非常强悍且凶猛。在18世纪之前，它们经常被人们用来捕猎野狼以及野猪。后来随着当地的野狼数量减少，这种犬的数量也随之降低，几乎到了灭绝的边缘。到了19世纪，一名英国人用苏格兰猎鹿犬与爱尔兰猎狼犬进行混合改良，才使得这个品种保留下来，从而造就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猎狼犬。如今的猎狼犬早已失去了捕猎的本性，多数都被当作伴侣犬饲养。第3个，高加索牧羊犬。这是一种原产于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超大型猛犬，它的体型比灰狼还要大。这种犬的肩高可达85厘米，体重最重接近200斤。从外表看上去，给人的压迫感极强。它长有一身浓密的毛发，能够适应极其寒冷的环境。这些厚厚的毛发除了可以御寒，还可以抵挡各种野生动物的袭击，特别是狼。高加索这种犬拥有超强的护卫能力，对待自己的主人极为忠诚。在很久之前，它主要被当地人用来看守羊群，免受狼的侵害。这种体型庞大的狗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在野外即便是碰到野狼甚至熊，高加索也不会把它们放在眼里。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这个大家伙除了忠诚，剩下的就是勇猛。据说在2战时期，人类曾利用高加索忠诚勇猛的特征，将其派上战场炸坦克、当看守以及巡逻。战争结束后，这种大型猛犬才逐渐的流向普通家庭，转变为护卫犬饲养。第2个，杜高犬。杜高犬也叫阿根廷獒犬，它是原产于南美洲的大型獒犬。在20世纪初期，主要被人们用于狩猎野猪、美洲狮以及美洲豹这类大型野兽。杜高犬的身体比例非常协调，它浑身充满肌肉，走起路来步态轻盈，敏捷性很强。这种犬的肩高最高接近70厘米，体重一般都在90斤左右。虽然对比以上那些大型犬，杜高犬的体型似乎并不占优势，但真要打斗起来，杜高犬的凶猛程度与战斗力却丝毫不逊色于比它体型大的犬。要知道，杜高犬最开始就是专门用来狩猎大型野兽的，就好比比特犬一样，天生就是用来打斗的。这一类的犬往往都具有非常强悍的爆发力，它们的力量和敏捷性都要比一般的犬要强得多。如果在1对1的情况下，杜高犬在力量和斗志上都要比一般的郊狼更占优势。但如果面对的是北美的灰狼或者一群狼，即便是最强壮的犬种也很难取胜。第1个，坎高犬。这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被誉为国宝的猛犬，它在土耳其的地位等同于我们国家的大熊猫。坎高犬原产于土耳其，这种犬性情凶猛，战斗力极强，据说它有不战而退敌之功。一般的小偷和入侵者见到坎高犬，一般都会望风而逃。这种犬的肩高可达1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60斤以上。一只血统纯正的坎高犬能够独自抵挡豺狼、豹子，甚至是熊这类大型野兽。与其他大型护卫犬一样，坎高犬也具备很强的打斗能力和护卫本能，特别是打斗能力。
早在13世纪时，它就被人类带到战场上进行厮杀，期间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砍高犬在土耳其一直被当作主力部队使用，直到冷兵器时代结束，随着一系列的现代武器出现，这种大型猛犬才逐渐的分散到民间，并从之前的军犬转变为如今的牧羊犬。到了近代，真正血统纯正的砍高犬已经非常罕见了。只有在一些贵族以及军事世家的后裔那里，留有少数血统比较纯正的砍高犬。市面上大部分的砍高犬，多数都是杂交后代。你如果亲眼见过纯种的砍高犬，就知道这种狗究竟有多威猛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老虎的破坏力究竟有多恐怖？如果在野外遇到野生的老虎，怎样做才能让自己安全脱身？众所周知，老虎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它的体长最长可达 3.7 米，体重最重可达700多斤。这种生物力量极大，凶猛至极，它是名副其实的丛林霸主，也是让很多动物都闻风丧胆的百兽之王。很多人都知道老虎很凶猛，但它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强悍，却是大多数人都不得而知的。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深入了解一下关于老虎的10个不为人知的事实。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虎纹。在动物界有这么一句俗语，说烫头的打不过纹身的。这句话其实就是形容狮子和老虎这两种猛兽的。雄狮的头上长有浓密的鬃毛，被人们形容为烫头的，而老虎身上的虎纹则被人们戏称为纹身。这句话听上去感觉是玩笑，但实际上老虎的纹身却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也就是说，老虎不仅皮毛上长有黑色的条纹，它的皮肤上也长有黑色的条纹。你如果将老虎的皮毛剃掉，就会看到它皮肤上那些黑色的虎纹。再有就是在我们普通人眼里，所有的老虎貌似都长一个样子，但在动物专家的眼里，却可以很轻易的就分辨出哪个是哪个。秘诀其实就在于老虎的条纹上，你知道吗？世界上每只老虎的虎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条纹就类似于我们人类的指纹一样，各有各的特点。专业的动物研究人员就是根据不同老虎身上独特的条纹来辨别它们。野生老虎的数量也是利用这种方法统计的。第9个，力量。老虎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以成年的雄性东北虎为例，一头成年东北虎的体长最长可达 3.7 米，体重最重可达700多斤。它们的嘴里长有非常粗大的犬齿，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最高可以达到半吨。这种强大的咬合力足以使它们轻易的就能够咬碎绝大多数动物的骨骼。毫不夸张地说，它一口就可以将我们的头骨咬爆，非常恐怖。然而老虎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它们的咬合力上，除了咬合力还有爪子。老虎的爪子与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都是可以伸缩的。大多数情况下，它的爪子都隐藏在厚厚的手掌下，只露出一小部分，只有在发起攻击的时候，爪子才会伸出来。这些爪子实际上就犹如一把把钢刀一样，又长又锋利，它的长度可达10厘米，在攻击猎物时一掌下去可以直接将猎物的皮肉划开，非常强悍。除此之外，这个大家伙的掌力也非常惊人，东北虎一掌拍下去的力量最高可达1吨，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可以一掌拍死一头牛。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一只成年的雄性东北虎鼓足力量朝我们的头部拍一下，能够直接将我们的头给拍烂，相当恐怖。第8个，舌头。老虎的破坏力不仅局限于力量和牙齿上，它的舌头实际上也非常可怕。老虎的舌头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倒刺，这些倒刺由角蛋白组成，质地就跟指甲差不多，非常坚硬。舌头上的每一个倒刺就犹如一把把锋利的钩子一样，能轻易的刮掉我们的皮肤组织。如果被老虎用力的舔一下，那种感觉就犹如被按在水泥地上摩擦一样，非常痛苦。当然了，老虎并不会利用舌头去攻击猎物，舌头上的倒刺主要被用来进食，倒刺可以帮助它们更快更有效的吞咽食物。除此之外，这些倒刺的另一个作用就是用来清洁身体，一个个倒刺就像一把小刷子一样，能够深度清洁老虎的毛发和皮肤上的杂质。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猫科动物的舌头上都长有倒刺，这也正是为什么猫科动物看上去要比犬科动物干净的主要原因之一。第7个，敏捷。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体重越高可能也就越笨重，比如大象，巨大的体型使它们变得缓慢，甚至都不能够跳跃。然而这一点却丝毫影响不到老虎。老虎虽然拥有超过700多斤的体重，但它们的跳跃能力与敏捷性却丝毫不受影响。你知道吗？老虎的跳跃能力非常出色，它一跃而上最高可以跳到4米多高，水平跳跃可以跨越长达6米的距离。在追捕猎物时，它1秒钟就可以向外移动20多米。
老虎的奔跑速度大约在每小时65公里左右，但在短时间内，它也可以爆发出每小时最高90公里的速度冲刺。所以说，在野外遇到野生的老虎，单靠跑是根本跑不过老虎的。这时有人可能会说，跑不过就爬树。那么我告诉你，爬树也行不通。因为老虎虽然并不喜欢爬树，但这并不代表它不会爬树。实际上，老虎不但会爬树，而且爬树的能力还极其出色。只不过它们一般并不需要通过爬树去躲避其他动物，所以人们也就很少看到老虎爬树的画面。除了会爬树，老虎还会游泳。要知道，大多数的猫科动物通常都是比较怕水的，而老虎不但不怕水，它甚至还能够潜水，在水中捕猎。综上所述，老虎这种动物跑得快，跳得高，能游泳，还会爬树，除了不会飞，几乎样样精通。如果在深山老林里遇到老虎，后果是非常可怕的。第6个，尿液。尿液是老虎标记领地的必需品。在野外漫游时，老虎通常会一边走一边用尿液来标记自己的领地，其他动物闻到后就会纷纷躲避。除了标记领地，另一个作用就是吸引异性。每年一到了交配季节，老虎就会在森林里到处撒尿，尿液中还有一种信息素，当其他老虎闻到后，就可以辨别是公是母，然后顺着味道就能够找到彼此。再有就是味道，据说老虎的尿液闻起来就像奶油爆米花一样，你如果在森林里闻到类似于爆米花的味道，附近很有可能会有老虎出没。第6个，叫声。俗话说虎啸山林百兽惊，那么老虎的叫声究竟多恐怖？你可能很难相信，老虎的叫声实际上带有一定的麻痹作用，它所发出的声音能够让其他动物产生短暂的瘫痪，一时间可能让人动弹不得。据科学家研究表明，老虎的叫声中含有一种非常低频的次声波，这种声波的频率非常低，一般我们用耳朵根本听不到，但却可以传播到很远的距离。当老虎大声吼叫时，这种低频的次声波就可以穿过身体，从而影响到其他动物的内脏和神经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其他动物起到麻痹的作用。另外，老虎还可以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野生的老虎有时还会通过模仿其他动物的叫声去吸引猎物，等猎物靠近之后，再出其不意地将其猎杀，手段相当高超。第4个，耳朵。老虎的耳朵除了用来辨别声音，还可以用来沟通。细心观察，你会发现老虎的耳朵后面长有一个白色的斑点，这2个斑点非常显眼，一眼看上去就类似于眼睛一样。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引导幼崽。要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是色盲，老虎自然也不例外。在老虎的眼里，它们是看不到自己身上的成色的，只能看到黑白灰3种颜色。如果行走在一些草丛茂密的树林里，它很容易就会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耳朵后面显眼的白色斑点，正好可以让幼崽锁定自己的位置，防止跟丢。除此之外，这2个斑点从后面看上去就犹如2个眼睛一样。科学家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其他动物从背后对老虎发起偷袭。第3个，数量。说起老虎的数量，相信很多领导都一头雾水，因为大多数人都将目光放到了老虎威猛的外表上，却很少有人关心它的数量。你知道吗？在100年前，也就是我们国家还处在清朝的时候，世界上野生老虎的数量曾高达10万多只。在那个年代，上山砍个柴被老虎吃掉的事件层出不穷。后来到了21世纪，由于猖獗的偷猎和各种原因，导致野生老虎的数量直接下降了 95%。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统计，截止到2024年，全世界野生老虎的数量大约只有4500只左右，其中有3000多只都生活在印度地区。此外，另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就是圈养的老虎实际上比野生的老虎还要多。据估计，在全世界大约有1万多只老虎被圈养，这几乎是野生老虎数量的3倍。如果算上被圈养的老虎，那么全世界的老虎总数大约为2万只左右。第2个，幼崽。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说老虎再凶猛也不吃自己的孩子，但事实却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老虎在特殊情况下其实也会吃自己的孩子，只不过频率较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老虎的幼崽出生后眼睛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大约需要2周左右的时间才能恢复视力。在这期间，小老虎就完全需要依赖母亲才能活下来。而老虎这种独居野兽通常都是自己带孩子，除了喂奶，它也要抽时间去捕猎。捕猎的时候就只能将幼崽留下，没有了母亲的庇护，什么东西也看不到的小老虎们就只能任凭一些野狗、豹子和蟒蛇这些动物捕食，所以老虎幼崽的死亡率高达 50%。在这期间，如果一些幼崽不幸被其他动物咬伤或者生病，母老虎可能会吃掉那些生病或者看上去无法存活的幼崽。除了雌性老虎，雄性老虎有时候为了迫使雌性老虎重新发情，有时候也会吃掉人家的孩子，目的就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基因。第1个，种类。
你知道吗？老虎实际上有很多种，不同种类间的体型也会有明显的差异。大多数人能叫上名字的，通常只有东北虎和孟加拉虎。东北虎也就是西伯利亚虎，它是所有老虎亚种里现存体型最大的一种，而孟加拉虎则是最凶猛的一种老虎。这两种老虎之所以会被人们熟知，主要就是因为它俩的体型是所有老虎亚种里最大的。除了这两种，其实还有华南虎、巴黎虎、印度支那虎、马来亚虎、爪哇虎、里海虎以及苏门答腊虎，其中体型最小的一种老虎就是巴黎虎。巴黎虎成年后的体长也就在 1.5 米左右，体重也就在200斤左右，大小与豹子差不多，还不到东北虎的1/3，非常娇小。可惜的是，这种小老虎早在1937年就已经灭绝了，如今人类再也无法亲眼看到这种小型老虎了。那么最后一个问题，遇到老虎该怎么办？首先就是要让自己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掉头就跑，因为逃跑会引起老虎的注意，并且激发它的捕猎本能。一旦逃跑，基本上必死无疑。遇到老虎之后，尽量不要慌张，先让自己安静下来。一般情况下，野生的老虎遇到人类之后，通常并不会直接扑上来，因为老虎生性谨慎多疑，面对未知生物时，它一般不会贸然发起攻击。遇到之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安静，然后面向老虎，缓慢的后退。注意是面向老虎，不要背对着它。在后退的时候，千万不要与老虎对视，因为在老虎的眼里，你跟它对视就会被认为是挑衅。你需要做的就是面对它，缓慢的后退到安全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千万不要尝试蹲下或者爬树，因为你会的技能，老虎都非常精通。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后退的时候，不要表现出太过恐惧。老虎是非常聪明的，你害不害怕，它是能察觉到的。如果让老虎感觉到你非常弱小，那么也有可能会遭到攻击。以上的方法仅适用于老虎没有对我们发起攻击之前，并且不能保证100%安全。如果老虎猛扑上来，以上的步骤就可以省略掉了。想要不被老虎吃掉，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永远不要进入老虎的领地。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船有多大吗？你见过比航母还要大上一大截的船吗？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一提起最大的船，相信很多领导第一时间会想起航母。确实，航母的确很大，但它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你知道吗？在全世界，除了航母这种大型海上移动工具，其实还有很多种体积非常庞大的巨型轮船，它们航行在海面上，就犹如一个浮动的城市。这些船上设有各种娱乐设施，以及在陆地上无法实现的娱乐项目，非常豪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见过这些庞然大物。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10艘船，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海上巨无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福特号航母。福特号航母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同样它也是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军舰。福特号航母的全长达 332.9 米，高76米，宽78米，满载排水量高达10万吨，水面以上的高度大致相当于20层楼那么高。它是美国在役的第11艘航母，这艘航母于2005年开始建造，2013年下水，2017年正式服役，耗时长达12年，造价约为130亿美金，是美国海军有史以来造价最高的一艘航母。福特号航母拥有78米宽的飞行甲板，配备电磁飞机发射系统和先进的阻拦装置。整个航母大小可运载75架飞机和4539名人员。该航母是由2座 A1B 核反应堆提供动力，航行速度可达每小时30节，也就是时速每小时50公里。此外，这座航母上的 A1B 反应堆的堆芯使用寿命长达50年，也就是说在50年内不需要为航母更换堆芯，从而增加了寿命周期内的执勤时间，具有理论上的无限续航能力。总之，这句话就是非常大。然而在今天的视频里，这艘航母却只能垫底，比它还要大的就是位列第9位的玛丽皇后2号邮轮。这是一艘英国跨大西洋的豪华邮轮，确切点说，应该是一艘大型远洋班轮。班轮也就是客船或者定期船。简单点说，就是定期开航的船舶，性质就类似于公交车一样，定期出发，到站下车。玛丽皇后2号是世界上唯一一艘仍在服役的远洋班轮。这艘船全长达345米，宽45米，高度达72米，重达148528吨，吃水深度达10米，满载排水量高达15万吨。在这座船上设有15个餐厅和酒吧，5个游泳池，1个舞池以及天文馆，还有各种娱乐设施，非常豪华。整艘邮轮可容纳2695人，但是船员就高达1000多人。还有就是这个大家伙的油漆量，但是为这座船的表面刷上油漆就需要大概300吨的油漆。再有就是它的动力，跟大多数的现代邮轮一样，玛丽皇后2号为电力推进，
但是这座船的中央发电机组的发电量就相当于一座20万人口的城市供电量，这家伙航行在大海上就犹如一座小型的城市，非常壮观。好，第8个，海洋和谐号。海洋和谐号是由皇家加勒比国际公司建造的绿洲级邮轮，它是世界上第3大客轮，它的总长度达 362.12 米，比法国的埃菲尔铁塔还要长出约50米，宽约66米，高约64米，重达226963吨，建造成本约为8亿英镑。与大多数豪华邮轮一样，海洋和谐号上同样也配备了餐饮场所与各种娱乐设施，非常豪华。这艘船分为7个街区，包括中央公园和浮桥，船上还拥有2747间大小不一的客舱，这些客舱可容纳5479名客人入住，全船的载客量高达6000人。更过分的是，在这座船上还设有一座拥有1400个座位的剧院和一个高达10层的滑梯，甚至迷你的高尔夫球场，娱乐设施应有尽有。身处这座船上，就犹如站在一个商业街的街道上一样，整个就是一个浮动的城市，那家伙非常巨大。好，第7个，海洋交响号。它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绿洲级邮轮，这艘船的长度达361米，高72.5米，宽47米，重达228081吨。它的整体体积大约是泰坦尼克号的5倍。它与上面的海洋和谐号一样，同属于皇家加勒比国际公司经营的绿洲级邮轮。海洋交响号的长度虽然略低于海洋和谐号，但是海洋交响号的吨位总体要比海洋和谐号大。在这艘船上配备有16个供客人使用的甲板，以及22个餐厅、4个游泳池和2759间客房。它最多可容纳6680名乘客，以及2200名各机组人员。与海洋和谐号一样，这里同样配备了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非常豪华。登上这艘船就犹如登上了诺亚方舟。好，第6个，海洋奇迹号。海洋奇迹号与上面的交响号与和谐号一样，同样属于皇家加勒比国际公司拥有和经营的绿洲级邮轮。海洋奇迹号是该公司绿洲级邮轮中的第5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海洋奇迹号的总吨位为236857吨，长度达362米，船上设有18层甲板，2867间客房，可容纳6988名乘客和2300名船员，总体大小超过了曾经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海洋交响号。在海洋奇迹号没有下水之前，海洋交响号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但是随着这艘巨型邮轮的下水，海洋交响号的头衔被取代。其实以上的3艘大型邮轮都是一个公司运营的，它们的大小都差不多，除了以上的3个，还有海洋绿洲号以及海洋魅力号都被列为绿洲级巨型邮轮。这种邮轮主要就是用于从事度假、旅行或者提供一些其他的娱乐奢华服务。邮轮的整体组织方式就像一个浮动的酒店，上面有配套的接待服务人员，整体来看其实就是一个娱乐性质的海上酒店。好，第5个 TI 级超级邮轮。TI 级超级邮轮包括 TI 非洲号、TI 亚洲号、TI 欧洲号与 TI 大洋号等4艘邮轮。这是一种主要用于运输原油的大型运输船，这种大型运输船的长度达到了380米，从船头到船尾的长度大约相当于4个足球场的大小。它的总吨位达到了234006吨，满载原油可达509484吨，航行速度每小时16.5节，约为每小时30公里。这种大型邮轮是由韩国的造船公司建造的，于2002年3月至2003年4月期间投入使用。由于这种 TI 级超级邮轮太过庞大，比巴拿马运河的船闸更宽，所以每次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时候都需要进行压载航行，否则这种大船便不能顺利通过运河。还有就是这种超级邮轮的甲板之所以整个漆成亮白色，主要就是起到反射日间航行时照射在甲板上的阳光，降低原油受热挥发出易燃气体的速率。好，第4个开拓精神号。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船、建筑船、起重船。这艘船长达382米，宽124米，重达40.3342吨，排水量高达100万吨。要知道，即便是地球上最大的航母福特号，排水量也仅为10万吨。开拓精神号的排水量足足是福特号航母的10倍，它是世界上总吨位最大的船，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船。该船于2011年至2014年在韩国的一家造船厂建造，到了2016年开始海上作业。这个大家伙在作业能力这一块，那家伙相当厉害，它被称为海上的大力士。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这艘船上的主起重臂有48000吨重的提升力，船尾的起重臂也可以达到2万吨的提升力。它专为大型油气平台的单调安装和拆除，以及创纪录重量管道的安装而设计，主要用来铺设天然气管道或者移动海上的一些大型工作设备等等一些海上工程。最初建造这个大型起重船的时候，本来打算用2艘刚性连接的自行式超级邮轮组合在一起，然后利用平台将顶部安装成一体，组装成一个起重船。但后来由于缺乏合适的邮轮进行改装，造船公司只能自己新建船体，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么一个海上巨无霸，从建造到下水，仅仅用了3年时间。好，第3个，中海环球号。在2014年，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集装箱船。中海环球号的船身长度达到了400米，宽58.6米，重达187541吨，吃水深度为16米，可运载19100个标准集装箱和2000个冷藏点。冷藏点就是冷藏集装箱，主要用来运输水果、蔬菜、肉类和其他类似的易腐烂的货物。整个中海环球号的船体大小超过了4个标准的足球场，船身长度相比以上的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的海洋绿洲系列邮轮长38米，比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母长67米，但是这艘船的发动机就高达17米，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船舶发动机。在航行时，中海环球号的最高航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3海里。这个大家伙于2014年12月从上海起航，于2015年1月7日抵达第一个停靠港英国的菲利克斯托港。就在到达这里的第2天，2015年的1月8号，中海环球号的世界第一大集装箱的地位被地中海航运公司的一艘大型集装箱船取代，第一大集装箱船的地位就此落幕。对了，还有就是在这艘巨大的船上仅有23名工作人员。好，第2个，长帆轮。长帆轮也被称为永远的王牌，它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长帆轮的船体长达399.9米，宽61.5米，重达235579吨，大约与1178头蓝鲸或者38780头大象一样重。它一次可以装载24000个标准集装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除了长帆轮，还有长翼轮、长四轮等等一系列的集装箱船，都属于长荣 A 级集装箱船。这里的长荣指的是中国台湾省的长荣海运公司。2021年3月底，在苏伊士运河搁浅的长四轮就是长荣海运公司旗下的 A 级集装箱船。在苏伊士运河搁浅的长四轮与长帆轮体积差不多，船身长度也达到了399.9米。当时由于船体过大，阻塞了苏伊士运河，导致全球航运中断。长四号在这里被困了将近1周，短短1周的时间，全世界的物价都受到了波动，造成了航运史上最大的交通拥堵之一。然而这艘长四轮还不是台湾省长荣公司最大的船，最大的集装箱船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中国长帆轮。好，第1个，海上巨人号。1981年在日本横须贺港下水，这艘船的原本的订购者是一名希腊人，但是他在拥有海上巨人号3年后，也就是在海上巨人号从建造开始还没完工之前，这位希腊的订购者就因资金链中断，将这艘船转卖给了香港的船王董浩云。董浩云接手这艘船后完工下水，主要作用就是用来运输原油。安全航行了7年后，这艘巨大的邮轮迎来了一次重创。在1988年的5月14日，海上巨人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时，由于受到两伊战争的影响，这艘大船遭到了伊拉克空军的攻击并沉没，最终沉没在海岸附近的浅水区。到了1989年，两伊战争结束后不久，挪威的一家海运公司花费3500万美元购买了这艘巨大的沉船。该公司将船打捞起来，并拖到新加坡的吉宝造船厂进行修复。在经过大规模的修复后，这艘船被改名为快乐巨人号。然而，挪威的这家公司在运营这艘巨大的邮轮时，并没有快乐多久。到了1991年，这艘船又以39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另一家挪威海运公司，同时再次更名为亚勒维京号。这次转卖历经10余年的服务后，到了2004年又被转卖给了新加坡籍的公司，并改名为诺克纳维斯号。该公司后将这艘曾经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改装成一个永久停泊的储油轮，储藏原油。到了2009年12月，该船又被出售给印度的拆船业者。2010年1月4日，海上巨人号在印度被拆解。到了现在，只保存下来一个36吨重的船锚。自该船之后，全球再也没有一艘邮轮有如此的载重量。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